还没等我来得及叫好，脑袋上方再次传来了一阵让人牙酸的惨叫声。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好像猴子一样从树上落下，朝我扑了过来，我顿时毛骨悚然。叮当，你他娘的发什么呆呢？让开！胖子一把将我推开，对准那老太太连开了好几枪。让我心惊肉跳的是，这几枪都没能打中她。那土地婆在地上翻滚了一下，然后就躲到灌木丛里去了，留下了一大滩的血迹。我清楚地看到，在胖子举起手枪的时候，土地婆的身体好像魔鬼一样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扭曲，否则那几枪绝对能把她的脑袋打出个窟窿来的。靠，都他娘瞄准点在打呀！这些东西会躲子弹，再他妈打下去，子弹都得打光啊！还没等我们开枪，在另一边又有7、8只土地婆从黑暗中露出了脸来，而后头顶处也传来了沙沙沙急促的声音。糟了，这些土地婆一直跟在咱们后边，就是要等咱们休息，再来个一锅端呐！胖子恍然大悟，我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致。我们之前上山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，但却是一点都没有发现这些土地婆实在是太狡猾了。而我们此刻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。大家把黑狗血都抹在脸上，这玩意儿对他们有效果。他在自己额头上擦了一点黑狗血，然后作势就朝着那些东西扑过去，却是见到那些东西都惶恐地往后退了几步。见到有效果，我和胖子也都赶紧有样学样，在自己额头上擦了一下黑狗血。顿时腥臭的味道弥漫的到处都是，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密集，而在我们头顶，叶子震动的声音也好像下雨一样的响个不停。这些土地婆在原地爬来爬去的，时不时的冲我们嘶吼几下，显得很是狂躁。张三炮脸色铁青，黑狗血的味道快淡下来了，这些东西要攻击我们了。现在这些东西的数量已经多得让人头皮发炸了，入目所及起码有20只，而且还有不少藏在我们头顶的树杈里。骤然之间，一道红色的影子猛地朝我们扑了过来，不过刚刚有动作就被王元朝拿狙击步枪给打爆了。王元朝用的是苏联时期的 SVD 狙击步枪，这枪因为打得准，杀伤力大，所以在对越反击战后期广泛的用于解放军侦察兵，因此王元朝非常的熟练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这把枪打在人的胸口上，这个人基本上就放弃治疗了，因为那碗口大的洞，血是止不住的。砰的一声，又是一声枪响，王元朝又干掉了一只。这会儿王元朝的狙击步枪已经连杀了3只了。笨傻土地婆呀，那傻土地婆遭报应啊！闭嘴！你他娘的声音再大点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帮畜生给吓跑了。周围的枪声响成了一片，但地上的土地婆的尸体却不见多，而且有不少的土地婆从4面8方而来，在我们头顶的大树上像猴子一样的荡来荡去的。这些东西无穷无尽的不断从4面8方朝我们袭来，仿佛是狼群一样，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我们的防线。如果不是我们的装备足够给力的话，恐怕这条防线瞬间就会被撕开了。到了这会儿，我总算是明白那向导老汉为什么会吓得磕头了，那可真不是装的。这些土地婆报复起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，而且这些土地婆的智商要比普通野兽高上许多。之前悄悄尾随我们上山，等我们熟睡之后突然发起攻击，而且攻击的时候也不是从一个方向冲，而是4面8方的，让我们防不胜防，简直就像是有个大将军在指挥一样。马如龙2个手下负责的方向也已经崩溃了，只见其中一个手下端着 AK-47慌乱的扫射，却被黑暗中的一只土地婆钻到了空子，直接将他整个人举了起来，抓起一条腿猛的就是一拽，那个手下的半边肚子就被撕开了，鲜血和肠子流了一地。看着那一脸血污的享受样子，我浑身的鸡皮疙瘩全部都竖起来了。而那个被生生撕开的手下此刻还没死，他在地上瞪大着眼睛，痛苦地哽咽着，那难受至极的叫声好像是吸珍珠奶茶一样折磨着我的耳朵。张三炮似乎是有点受不了了，砰砰2枪把那人给打死了。这时胖子大吼一声：叮当，小心后边！李卫国，防水不过，防兵不沾。我背后又传来了那阵古怪的声音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体就被撞得踉跄了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扑倒在了地上。
随后，一个冰凉冰凉的身体就好像蛇一样贴上了我。这会儿不用看我都知道，我身上的汗毛肯定是根根立起的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身体往旁边一扭，把背上的土地婆掀开，结果牙齿磕在了石头上。但现在这种时候，我哪顾得上什么牙疼呢？狠狠地吐了口血，扑过去就要掐住那土地婆的脖子。但我却是没想到，这玩意儿跟老鼠一样灵活，身体一闪就直接躲了过去。我只是把他那件大红色丧服给扯下来了。衣服扯下来之后，我所看到的东西差点没让我晕过去。只见一条毛茸茸的尾巴，还有2只粗壮的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这土地婆的大红衣服下居然是跟动物一样的躯体，除了脑袋和脖子之外，下面的完全就是一只放大版的野狼。最特别的就是那双大腿特别粗壮，这想必也是为什么之前能一路追赶越野车的原因了。这他妈的是什么怪物？一下子我脑袋都转不过弯来了。之前我们一直都还在奇怪，这些红色丧服里为什么鼓鼓囊囊的，好像是怀孕了一样。这会儿才知道，原来里面藏着一条尾巴。还没等我解开疑问，又有3、4只土地婆从天而降，打破了我们的防线。胖子大叫起来：“不好，这些土地婆都上树了，再分2个好手盯着，要不然他们都得完蛋的。”这会儿，我们已经完全拦不住这些土地婆的攻击了。我手臂上被狠狠地咬了一口，顿时鲜血直流。而后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才把那只咬我的土地婆给蹬开。还没等我有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又有2只盯上了我。看着月光下那张绿油油的老太婆脸，我亡魂皆冒。这会儿所有人都陷入了艰苦的肉搏战中，根本就没工夫救我。这时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，一排排子弹从我前面扫过，我只感觉到自己的脚边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劲风。而后那一连串子弹就将一只土地婆给打成了筛子。王元朝在一边大叫着：“叮当，快来帮我扶住机枪！”他手中的轻机枪疯狂地吐出火舌，这一轮扫射下去，有3、4只土地婆被子弹给扫倒在了地上。对付这种数量极多的土地婆，一挺轻机枪甚至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更加厉害。一眨眼功夫就干掉了3、4只，我赶紧冲过来扶住了机枪的支架。胖子他们看到有效果，也都聚集了过来，在旁边组成了一个交叉火力点。王元朝大吼着：“都到这边来，大家矜持点，等我换子弹的时候再帮忙。”西装男笑眯眯的单手提着一把装了瞄准镜的 M4 突击步枪，在我们附近一枪一个准儿。2个高手一前一后应付着4面8方涌过来的土地婆，其他人则都是小心翼翼地将枪口对准了头顶，防止又有土地婆从树上荡下来。这会儿连续3、4梭子子弹扫射出去，我们的防线终于是稳固了下来。我死死地抱着支架，那支架传来的巨大后坐力让我的手腕疼得仿佛要断掉一样。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一段时间地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壳，不知道打出了多少发子弹。那震耳欲聋的枪声几乎都要把我的耳朵给震聋了。终于那些土地婆不再朝着我们进攻了，我几乎是虚脱一样躺到了地上。这他娘的真是一场大战呐！朋友，我的手都抬不起来了。沙漠之鹰的杀伤力极强，但后坐力也十分恐怖。在对付这些跟狼崽子一样灵活的土地婆时，反而受制约的是我们了。张三炮大喘了口气说：“这什么怪物啊！我们子弹都打了1/3了，就打死了20多只土地婆。要是这些土地婆不走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。”他擦了一下自己脸上的汗，然后把一只土地婆的身体翻了过来。我这时候也觉得万分好奇，走过去近距离地端详起了这所谓的土地婆。张三炮用匕首割了一块毛皮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这东西的脸是真的，只不过下半身完全跟野兽一样，有点像是野人呢。”我皱起眉头来：“野人也是人，这种东西已经脱离人类的范畴了。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完全是4肢着地，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是奔跑的时候用来保持平衡的。这东西果然是真的。”然后王元朝就解释了起来：“以前打仗的时候，我曾听老班长提起过，有一种半兽人是人和畜生杂交出来的，这种东西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，东北那边的偏远山区较多，南方比较少见，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把这东西往半兽人上面想。”什么？听到王元朝这话，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溃了。王元朝叹了口气：“从古至今，
传宗接代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。但是如果一个村子里没有了女人该怎么办呢？那这些人就会找一些野兽交配，然后把他们圈养起来，一直到他们生出人来。这事儿我倒是听说过，其实在动物界里也时有发生。以前跟我们老家那村子里经常就有人被野狼咬死，那时候也来了一群科学家，说要给我们解决狼患，好像是投了一种只能毒死母狼的药，说是。胖子插了句嘴，这事儿我听胖子提过，没想到居然能跟土地婆扯上关系。哎呀，之后狼群果然是锐减，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有40-50头公狼就集中攻击了村子，然后就掳走了村子里的3-4个女人。等到7-8年后，有一村民在山洞里边发现了这几个女人，她们身下还有一群长得似人似狼的东西在喝奶。哎呀，这些女人就完全沦为了狼群的生育工具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胖子似乎是回忆起了什么，他一脸的恐怖神情。听村子里的人说呀，那些狼崽子还有着说人话呢，差点没把他们吓死。这土地婆智商极高，应该没什么天敌，在这片地方几乎就是山大王了，难怪能繁衍出这么多来。一想起之前即便是开着越野车都甩不掉这些土地婆，我觉得一阵后怕。要不是这一次马如龙准备充分，我们现在会不会沦为种马，跟这群老太太交配呢？王元朝低声说：“他们穿的那些大红色丧服估计也是为了吸引注意力的，让我们误以为他们是恶鬼。”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之前我听到那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可能根本就是这些土地婆故意发出来吓我们的。只不过我脑袋还是有些乱，因为我虽然听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，但李卫国那3个字我是绝对没有听错的。如果这些土地婆说人话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模仿的话，那他们之前一定是听过类似的话的，也就是说我爷爷他们来过这儿。我细细地回忆着之前听到的话，这些话被土地婆们复读机一样不断地重复着，说不定里面藏了什么线索。其中好像是有提到过什么逢水不过、逢冰不沾之类的东西。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被马如龙的声音给打断了，他大声地催促着我们：“趁着现在赶紧下山，等这些土地婆重新聚起来就麻烦了。”哎呀，这他娘的都走不动路了，再他妈下山不是找死吗？哎，胖子有些不爽，觉得马如龙在瞎指挥。西装男走了过来，阳光灿烂地对着胖子笑了笑：“哼，要不要我帮你走？”“得了，胖子，下山就下山，哪来那么多话？有个炸弹绑在脚上，这种感觉真是无比憋屈，得找个机会脱身啊，要不然这么下去肯定不行。”一路下山，我几乎是咬着牙往前走的，好几次都差点滚下山路去。还好，那些土地婆似乎是被我们强大的火力给唬住了，并没有再次发起攻击。我们下山的速度也快了很多，很快就从山里走出来了。又继续走了一段路，我们从高处往下俯瞰，就看到了3-4个村落。我问向导老汉：“这几个村落就是大王村吗？”“不是，大王村还得往里头走。”“这种鬼地方，谁他娘的能找得到？”胖子目瞪口呆地说着：“如果不是有向导，我们在这儿摸几个月，估计都是摸不到路的。”又继续走了将近1个多小时，我们总算是到了大王村了。我有些发怵地走进了村口，不过进去之后却是发现大王村看似神秘，但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村子里有老人蹲坐在土墩子上抽着旱烟，也有追来追去的小孩子。除了感觉有点穷之外，倒是跟正常的山村差不了多少。好歹这里住的都是人，而不是一村子土地婆，否则胖爷长这么帅，绰号小郭富城，要是给哪个土地婆看中拖走了，那岂不是清白不保了？我被胖子给气乐了，这家伙真是到了哪儿都不忘耍宝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嘴里还没一句正经的。大胖子叔叔你好搞笑啊！郭富城就长你这样，笑得我都快不行了。向导，认不认识大王村的人？去问个话。我可不是大王村的，你要问你自己去问。大王村的名头那么大，连王元朝都听说过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禁忌？元朝，你以前不是来抓过杀人犯吗？认识村长之类的干部吗？我们现在对这个村子一点都不熟，最好能有个本地人带路，那样的话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王元朝苦笑着说：“这里的村民性格都很孤僻，虽然他们从不拒绝外来的客人，但是也不喜欢跟外面的人打交道。我们那会儿根本就没有和村民们多说几句话。”你们2个
过去问路。元朝兄弟啊，你可得保护咱哥几个啊！要是代王村的人有什么不对了，你直接崩他们啊！之前出了土地婆那档子事儿，我这会儿心里也是有点紧张的。我们两个朝着那个抽旱烟的老头走去，老头有点奇怪的看向了我们。胖子满面春风的自我介绍起来：“老人家呀，老人家，我呢是政府派过来的官员啊，今天过来啊，就是特地看看你们的生活情况的。今天看到这里啊，一片欣欣向荣，无心甚慰，无心甚慰呀。”你说什么？老头似乎有点耳背，他斜着头问。那普通话里头带着浓郁的河南腔，我根本就听不明白，反而是胖子好像能听得懂。胖子，你问问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水道？胖子赶紧翻译，那老头说道：“娃子，你就是想寻黄河水道发财吧？啊，莫去哦，这水道里住着河神呐，触怒了河神会发大水的。”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有戏，之前32字语文里提到的正是在水中找龙穴。胖子又问：“那水道在哪里哟？啊，不去，就是看看。”都说了莫去了，会死人的，娃子就不信呐。他站起来冲胖子大声咆哮着，周围的村民也都跑过来围观，只不过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很不友好。我们两个连忙灰溜溜的走了，还好这些村民并没有动手，要不然我们肯定会被打成猪头。回来之后，我就把事情跟众人说了一遍。这地方有水道没错，但村民好像对这条水道特别忌讳。刚才我和胖子就随口问了一句，那老头就生气了。我皱着眉头，向导老汉在一旁解释说：“大王村靠谁吃饭呢？他们是害怕恁冒犯了河神。”马如龙沉声说：“算了，我们先四处去找找，看看水道到底在哪里。如果这里真的有水道的话，那么离村子应该就不会太远。”我们当下就绕着村子开始在附近搜寻起来。不过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我们把搜索的范围扩大到了1000米，却依旧没有发现水道的踪迹。一直忙活了整整1天，我们都累得够呛了，但确实没有任何发现。胖子一脸的疑惑：“真他娘的奇了怪了啊！看那死老头之前的表情，代王村附近肯定有一条很大的水道啊，这怎么我们就找不着呢？”我皱着眉头问：“会不会是我们的搜索范围还不够？”不，我怀疑水道就藏在村子里。这天气风和日丽的，一座靠水的村庄，怎么可能没人去挑水捕鱼？今天向虎在村子外盯梢盯了一整天，根本没看到有人出来。马如龙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看来还是要从大王村入手，先找几个村民问问，把这里的秘密给套出来。”哎呀，怎么套？那老头也没个好脸色，问他几句话跟杀他全家似的。我看要不行，让大奶妹去色诱他看怎么样？胖子一下子就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。哎呦我疼！我还没来得及给胖子点个赞，就听到胖子猛然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。胖子叔叔，你说话一点都不好听，气到我了。我生气的时候可是很可怕的，要是不小心把你胳膊拧断，就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不行，断了，这哎呀要断了！我在一旁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骨头错位的声音，一阵头皮发麻。这丫头还真是下得了手啊！那个凯撒琳，这位胖子兄弟啊，就是嘴贱，其实心里没恶意的。要不然你先放开他，你看这胳膊折的，也算是受到教训了啊！我小心翼翼地跟凯撒琳商量着，生怕惹祸上身。之前还以为这丫头是来游山玩水的，现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丫头的来头绝对不小，刚才那一招骑马手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我隐约感觉她的实力堪比四姑娘。凯撒琳撇了撇嘴：“哼，下次再敢乱说话，我就把你绑在大树上，用火箭捅空。”这彪悍的话把我听得目瞪口呆的，这他妈就纯的是个暴力妹妹呢。王元朝皱着眉头帮她接上了骨头，胖子一把就抱住王元朝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看胖子痛成这样，我简直就是火大，过去把他给拉了起来。哎呀，起来，别那么没出息！马如龙黑着脸看着刚才的这一出闹剧，他们对凯撒琳的态度让我有些琢磨不透，双方似乎并不是合作伙伴，但也不是敌对关系。没容我多想，西装男就出声了：“那直接去村子里抓个人来，用枪指着，我就不信他不说真话。”这种地方山高皇帝远的，村官都没有一个，更别说什么政府保护了。我摇了摇头：“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不要这样做。我跟胖子晚上再去打探打探，实在不行再按你的法子来。”
如果是真要闹到掏枪的地步，我们跟大王村的村民就彻底翻脸了，今后将会寸步难行。夜色渐黑，我们一行人走进了村子。胖子皱着眉头问：“哎呀，景大，咱们从哪家找起啊？”我想了一下，就找昨天我们搭话的那个老头，这家伙喜欢抽烟。这一次咱们先问其他的，不要引起他的警惕。